点进来啊！加把劲儿，都给我挖深一点。木尾那边支个人，给我掏一掏。这两队，干嘛呢？毛手毛脚。 严队，总算把你等来了。说说情况。好，前段时间，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学生，半夜打车之后失联了。我们刚刚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那家伙，当天就出车祸死了。根据目击者的线索，受害人的尸体应该就埋在江边。案发之后，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现场被破坏了。再加上那么大块地儿，怎么找啊？ 尸体稍微埋深一点，警犬都闻不出来。我们都挖了好几天了，一点眉目都没有。这不，前几天高考放榜，那个女生考了个本市的理科状元，上面要求我们1周之内必须破案。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把您请过来。 都别挖了，砍些竹子来。快，缺竹子，来几个人发给大家，闻到异味立刻汇报。好嘞，好。 从市公安局专案组了解到，3个月前发生在我市的地铁抛尸案，目前已进入刑事诉讼阶段。下面来聊聊我市明星企业卡恩集团股价暴跌80%事件。有内部人士称，他们原本承建的。姓名？张超。年龄？46岁。 职业？职业？律师。箱子里的尸体怎么回事？是我杀的。怎么样？严队，招了吗？嫌犯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具体过程还在交代，态度挺配合。死者是他朋友，据说是因为债务纠纷一时冲动。 失手杀了人，他叫张超，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专接刑诉案，在江潭市还挺有名气。张超，好像在哪儿听过。问问他杀人之后把尸体带到地铁站做什么？杀人后，为什么把尸体带到地铁站？抛尸。抛尸？带到地铁站抛尸？ 我是想坐地铁到市郊的秀水站，然后把尸体抛到湖里去。张超，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一个正常人的逻辑，
怎么可能选择坐地铁到郊区去跑尸？为什么不开车？我开始是准备自己开车，杀了人以后，我非常害怕，喝了很多的酒，因为最近本市酒驾查得非常严，被交警拦下来，发现尸体，所以无奈之下，就选择了叫出租车。来，我帮你吧。来，哎，没事没事，不用，好，谢谢。啊。走了是吧？师傅，让我们快一点好吗？我赶时间。好，快到了。怎么了啊？要紧吗？没事。怎么开的车啊？这是？哎呀，对不起，哇，你前面突然停下来，我堵车了，没刹住啊！哎呀，看着撞的车，这怎么着？哎呀，对不起，都凹进去了，你看。报警吧啊！咱们报警吧。报警啊？对啊。好。撞车以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想，地铁3号线是通往市郊的，所以我估计安保可能比较松散，所以就想碰碰运气。那你为什么说箱子里是炸弹？当时周围都是警察，还有保安，我无路可去了，所以脑子一糊涂，就说箱子里有炸弹。这就是你所谓炸弹的遥控器。这就是一个玩具车的遥控器。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出门前我喝了很多的酒，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把玩具车钥匙放到了口袋里了。曹儿，待会儿跟顾队说一声，张超是刑辩律师，对我们的工作很了解，要仔细审，别让他钻了漏子。明白，放心认队。辛苦了，兄弟。哎，说说你的作案过程，你是如何杀死的受害者？当时场面很混乱。这最后见我一次。我早就说不就好了吗？我也记不太清了。勒死的，那是从正面还是背面？借给你，我借给你们。应该是正面吧。你再好好想想，确定是正面？那也许是背面。我的确是记不清了。借给你，我借给你啊！当时在那儿找了一些废弃的电线，之后又把电线扔到了阳台。找到了。
老马，怎么样了？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你看，死者的手指上留下了大量张超的皮肤血液组织，电线上的指纹与张超的也匹配，还有电线上的勒痕与死者的勒痕呢是完全吻合。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信号线呢，就是造成死者机械性窒息的凶器。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向局里汇报。一鸣，啊，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呢，还是有点怪怪的。怎么了？也说不上来，总感到有一点太完美、太顺利。还有一件事我不清楚，你看啊，这电线头上这点划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侄子呢是专门安装有线电视的，我问过他，他说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你把实物给我看看。嗨，这你都没分析出来？我跟你说吧，这只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指甲留下的划痕；第二，就是在日常使用当中与工具摩擦留下的痕迹。你觉得呢？有点意思啊。你呀，别老一天疑神疑鬼的。我看你最近查案查的呀，有点神经衰弱。你这样，你等这案子结了以后，好好回家休息几天，放松放松啊！我走了。我记得你，任队。张超，张大律师。29岁进政法大学教书，31岁破格提拔为史上最年轻的教授，34岁成为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本来您再熬几年就能当上院长，但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学生，为了避嫌，您放弃了一切，净身出户。36岁由白手起家创办了江东律师事务所，在过去的10年里，律所一共接手了1116起案子，几乎从未失手过，名震江潭市政法界。张律师，我有个问题：大学教授、刑辩律师这2个称呼，您更喜欢哪一个？我只是个杀人犯。在1116起案子中，好像唯一一次失手的，就是给检察官江阳做无罪辩护的那次吧？没错，这对于一个刑辩律师来说啊，很正常。1116起案子，有上百件，一件比一件棘手。您在法庭上唇枪舌战都能一举拿下，为什么偏偏江阳的案子不上诉呢？他是你的学生，你的得意弟子，你们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仇恨，才会导致你亲手杀了他？你后悔吗？做都做了，有什么可后悔的？犯罪嫌疑人叫张超，曾是大学政法系的教授，
后来辞职当了律师。张超对杀害江阳的整起案件供认不讳。死者叫江阳，曾是平康县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就在案发前2天，两人因争吵打架惊动了派出所，派出所里有出警记录。哇，这是3月11日晚上7点左右，小区监控拍下的视频。哎，你看，咱们认得还挺上相的。3月12号，在地铁3号线始发站新城文化广场站，一名神秘男子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进入地铁站。过安检时，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异常，于是上前询问。该男子语无伦次，突然踢翻工作人员，并号称箱内有炸弹。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刑警队大队长任月婷出面调停，成功将其制服。人群疏散后，排爆专家上前你吃完饭送一下《江滩晚报》，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据悉，该抛尸男子名叫张超，曾是一名大学教授，后来辞职当了律师。哦，对了，目前这个自动售货机顺便修一下。好。死者名叫江阳，曾是一名检察官，还因为不法行为做过2年。哎，干嘛呢？搞什么呀？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真是。任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100%确认张超就是凶手。以上就是这次内部会议的全部内容。陈主编，我跟江阳的案子跟这么久了，我采访手记都写了有上百页，现在江阳突然遇害，整个计划全打乱了，所以我想做一期地铁抛尸案的特刊。小千啊，这个想法挺好的。现在全市上上下下都在盯着这个案子，加个班，赶紧弄。好，我这就去办。哎，赵局，会议之前我又去看守所问了张超几个问题，我现在有种直觉啊，这里面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啊？目前还没有头绪，你说张超会不会有别的企图？这个案件目前证据链已经齐全，下一步将移交检察院。你可以将你的发现和检察院的同志进一步沟通，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明白。哎，师爷，咱们那个案情回顾啊，不到几个小时，点击量已经破100了。别看了，早点回家吧，明天就开庭了，还有场恶仗要打呢。师姐，你紧张什么？张超被判死刑，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那可不好说，明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摄像机多备块电池啊。被告人张超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江潭市公安局侦查终结。312地铁抛尸案将于今日开庭审理，庭审结果本台将继续关注，及时向大。被告，你对起诉书所展示的证据是不是有异议？我很害怕。对于死者以及死者家属，我感到深深的歉疚和不公。然而，今天我感受最多的是巨大的困惑。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里接受谋杀的指控，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杀过人。3月12号，我根本就不在江潭市。肃静。江阳出狱后，张超便把房子免费借给江阳住。两人后来却因债务问题经常闹矛盾。江阳遇害当晚，老赵啊，今天一早我接到电话，上级机关表示对这个案子的深切关注。我们一直强调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人字当头，民字为重。我们政法系统也一直强调疑罪从无，可你们倒好，3下5除2把这个案子给坐实了，你们动作还挺干净麻利的。高厅长，您批评的都对，其实这个案子当时在细节上再谨慎一些就好了。回去我马上成立一个312大案专案组，把刑警队的骨干力量都抽调上来，争取把这个案子早日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局里不是有个破案高手吗？听说很邪气啊。你说的是颜良吧？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让他加入专案组吧。好。人这是太多，要不然呢，我哥几个不交差啊，咱体谅体谅。听好了啊，今天跟我们连队好好喝几杯，兄弟。来来来，是吧？哟，热闹，到这了，还真让我猜中了啊！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来走，坐，好。哎，这是我和老头子送的，还有呢，每人都有啊。谢谢，慢慢吃啊。哎呀，好，来，走去，把您班长您坐，您这个什么？哎，行，拿个杯。好。怎么样？家里事儿都处理完了？老赵啊，你是为了地铁抛尸案来的吧？哎呦，这什么事儿都躲不过你小子这双眼。你可是省厅高副厅长钦点的大将啊！老赵，上回说的事儿没解决呢吧？不是你总提这旧茬儿。行，我今天给你打包票，只要你把地铁抛尸案给我破了，明阳的事儿我亲自跑一趟省厅。说到做到，我骗过你？走。陈队长啊，陈队。顾队，陈队，给你买早餐。哎，谢了。哎，炸点果仁啊，大家分着吃了。颜良，醒了啊？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赵局，啊，哎，认识一下啊。这位是颜良，这个是小顾，这以后就到咱们专案组。这是任队，你认识他？
岳霆啊，颜良是高副厅长钦点过来配合你工作的，希望你们紧密合作啊。怎么是他呀？这是我们的颜良颜队长。啊，我知道。颜良，严警官。前几年轰动全国的雪人杀人案，就是你破的。你能来这个专案组，我非常高兴。希望专案组能够早日抓住真凶，还我清白。眼镜不错。多少钱买的？啊，这个是我太太买的，我不太清楚。颜良这小子邪乎得很，看看他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你近视多少度啊？左眼300，右眼350。之前审讯的录像我都看过，没戴眼镜。啊。戴眼镜在看守所是需要审批的。开庭之前，我需要看很多材料，所以就申请了这个。地铁抛尸案的时候，没戴眼镜。法庭翻供的时候，你戴了眼镜，不应该呀。你戴的又不是老花镜。平时你都怎么上班？我自己开车。湘潭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早晚高峰还是比较拥堵的，可是比起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好很多。那不开车的时候，你怎么上班？打车。也坐地铁。地铁3号线刚刚运行不久，而且是通往市郊。3月12号之前，你坐过吗？那段时间，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记不起来了。人不是你杀的，当时为什么要认罪？可尸体毕竟是在我这儿找到的，我当时很害怕，一时糊涂就认罪了。脑袋糊涂了好几个月，开庭的时候突然清醒了。严警官，我以前是大学政法系的教授，还当过10年的刑辩律师，各类案子我看了很多，所以难免想得多一些。其实认罪当天我就后悔了，毕竟人不是我杀的。可是这个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了，我担心在看守所如果翻供的话，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就想等到开庭的时候说出实情，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自保吧。那如果江阳不是你杀的，为什么在他指甲的前端发现了大量属于你的皮肤和血液组织呢？在他遇害之前，我们曾经发生过口角，还动过手。当时我的脖子、胳膊上有很多他的抓痕。那次闹得实在是太大了，邻居都报警了。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吧。那这么说，江阳这个人不是特别爱干净啊，除非他一整天不洗手，要不然不可能提取到属于你的皮肤组织。即使他这个人比较邋遢，洗手敷衍了事，也只能提取到微量的 DNA。我说的都是实情。张超，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一直都在积极配合。严警官，至于江阳有没有洗手，我不清楚。不过也许我们打架以后，他就被人控制了，一直到被害就没有机会洗手呢。你这完全就是狡辩。张律师，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给我们办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我就是想不清楚一点，人肯定不是你杀的，
你非得跑到地铁里边闹出这么一出来。即使能够翻供，这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最少得判3到5年。你说你图什么呢？严警官，你能负责专案组，让我看到了希望。你们有24天的时间彻查这个案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24天，所有的真相都会看到的。你们是怎么定他罪的？局长，之前一直是我负责审讯的，这你是知道的。当时张超供认不讳，而且我们在死者江阳的指甲里也提取到了大量张超的皮肤和血液组织，还有就是作案工具上面的指纹也跟张超的相匹配。我们还调了小区的监控，当天晚上确确实实拍到了张超那辆黑色奥迪驶入小区，再也没出来。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哎，别提了，这不能怪一鸣和参与审讯的同志。你说各项证据都和张超的口供的完全吻合，所有的证据链都齐全，但都是巧合。小马，把小区监控调出来。这是江阳被害当天晚上7点，在小区门口监控拍到的。这是张超那辆黑色奥迪，这监控这分辨率都太低，加上天黑，光线又不好，这根本就看不清人脸。翻供后，这张超还说是把这辆车借给江阳了，车里的人不是他，是江阳。我们调取了张超当天的手机移动轨迹和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他没出江潭半步，这后来才知道，那天他把手机和银行卡都留给江阳了，他都承认杀人了，所有的时间点都吻合。那谁能想到当时他人已经在北京了？案发当天，张超人在北京，距案发地有1000多公里，但是他的口供跟整个案情有惊人的巧合。对，这概率太低了。是。那法医怎么说呢？江阳是当天晚上8点到12点之间被人从背后用蛮力勒死的，凶手必须在现场才能勒死。可是张超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张超对整个案子了如指掌，就像他在旁边看着凶手勒死江阳一样。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张超是替真凶背黑锅，案发后第一时间认罪入狱，这样真凶自然就被我们忽略了。可是他知道几个月之后，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凶手是他夫人，所以出此下策？那要是他夫人的话，那张超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呀？这有车。哎，好。好，谢谢。小张，这是你的。谢老郑。好。主编，太棒了，这一定是个重磅新闻。李总编，我这儿有一重磅新闻，明天头版一定留给我们，绝对是头版。主编，这个是不是得跟市公安局先沟通一下？你这样，先把这个原件复印一下，让采编室立刻准备一条简讯，越短越好，几10个字就够。明天头版全版放照片和这封信。下午你去趟市局，情况重大，需要和市局立刻汇报。好，去吧。哎，
给你个良品铺子。谢谢江。哎，我上次让你帮我拿那个，你拿来了吗？上次，嗯，这个吧，是吧？嗯。什么？快看！谁啊？江滩晚报记者张小倩呢？彪哥，我平时咋就没看出来你这么有文化？别扯犊子！对了，你看过卧底刑警刘明阳那篇报道吗？看过啊，我当时看的眼泪都掉下来了。No， 他写的。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1个小时前。张记者，你写的报道我特别喜欢，态度诚恳，保持中立，坚持用事实说话。作为你的一个忠实粉丝，我想跟你玩个9宫格游戏。确切的说，我想跟警方打个赌，赌他们在24天内能不能破案。从今天起，每3天你都会收到一张完整照片的1/9，算是我给警方提供的免费线索。24天后，9张照片拼在一起，杀害江阳的凶手就能水落石出。不过希望最后揭露案情真相的不是我，因为到那个时候结局会很惨，这个城市会死很多人，墓地估计又该涨价了。每次收到信件后，麻烦你务必将照片刊发在第2天《江潭晚报》的头版。如果其中任何一天不发照片，这个城市晚上12点某个地方就会发生爆炸。我劝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态，合作愉快。HGP。交物证科，看看能不能提取有效的指纹。还有谁接触过这封信？收发室的老周，还有我和陈主编。哎，老刘，跟队，你跑一趟《江潭晚报》，搜一下他们的指纹排查。得嘞，我马上去。社里觉得照片有非常大的新闻价值，我们想在明天的头版头条发布这张照片。不行，现在照片的真实性、来源和目的都还没查清，我们要请示上级。等我们消息吧。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想法？上次见张超的时候，他最后说的什么？24天。原则上不能发，绝不能引起社会恐慌。可是按匿名信上说的，这要是真炸了，这就是对人民的失责。叶良，你有什么想法？寄信的人应该是张超的同伙，得想个办法找到他。你打算怎么做？限量发售报纸，让那个神秘人以为掌握了局面，这样就能引他现身。以邮筒为中心，半径3公里内的报刊亭，定点投放，全程监控每一份报纸。不出意外，那个人一定会现身。老板，2份晚报。提前在每一个地方布控警力，不让嫌疑人有逃脱的可能。跟上那个人，收到。跟上那个黑衣服，核实一下身份。收到，收到。好，我这就和上级通报，请求更多的警力支援。我去一趟犯罪现场。犯罪现场？我安排技术人员跟你去。不用，我要查的不是物证方面的线索。那小马，人没问题。昨晚我提审了张超，问了他关于9宫格的事儿。他怎么说？他说纯属巧合。哎，严队，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一提眼镜的事儿，张超就慌了？一个近视眼，没坐过地铁3号线，不戴眼镜一路跑到地铁南门出口，这说明什么呀？踩过点儿。张超就是后来在翻供的时候说，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旅行箱，打开之后发现了江阳的尸体。他一开始交代是在哪儿勒死的江阳？啊，在这儿。凶器在哪儿发现的？凶器是在阳台。哎呀，这个就是张超的太太李庆。你怎么在这儿？公安局给我打的电话，说你们要来复查，最好我也在，免得丢失什么贵重物品。不好意思，打扰你。阳台上还有贵重物品呢。他也没有什么贵重的，就是想跟你们了解一下，我先生张超的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案子我们还在查，欢迎给我们提供线索。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张超从来没向你透露过什么？没有。你接触过江阳吗？接触过。在你眼里，江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人品极差，他是我先生的学生，在我们这儿骗了30多万拿去赌，在这个房子里白吃白住，整天游手好闲，好不自在。我因为这个事儿跟张超吵了多少回家，偏偏不听。现在怎么样？你觉得江阳还有其他的仇人吗？不知道，这个你应该去问张超啊。江阳的遗物还在吧？大部分都扔了。开始时候没给他动，想着等他的家属来取遗物。后来他前妻和一个警察来了，也什么都没有拿。有些个人物品看着太瘆人，也是经过你们同意就扔了。现在就剩架子上这些了，有好多也是张超以前放上去的，里面应该有些江阳的书啊、信啊。我也不清楚，你们最好全拿走，因为这个房子我想过一阵就租出去了。同志们，来吃宵夜。哎，赵局，吃饱了才有劲儿工作。赵局来给送温暖了啊！谢谢赵局。哎呦，哎呀，谢谢赵局啊！赵局，你看，这小子就是有口福啊，来的特别巧。背着蒜子，知道你爱吃这口。来一个这个。那你们边吃我边接着说了啊，正好赵局来了，我也向他汇报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物证鉴定科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结合老刘去《江滩晚报》所采集的信息，最后确定，这个信件和照片上的指纹只有2个人的，一个是《江滩晚报》的记者张小倩的，另外一个是他们的主编陈明生的。这个信封上，面的指纹也已经排查过了，是他们收发室的老周和邮局的工作人员的。颜良，动静小点儿。说，照片和信封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由此可见，这个匿名信背后的神秘人是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大家再看第2张，
照片上所显示的峰山路，我调查过了，我省一共有2处，一处位于平昌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条路是去年刚刚建立的；另外一处就在平康县，解放以后就有这个路名。我们通过对比了背景参照物，最终确定，这是在平康县的封城。那除了现有的资料，还有谁对江阳这个人比较熟啊？严队，我觉得你可以找张小倩聊一聊。张小倩，早上刚见过。张小倩之前啊，给刘明阳写过一篇报道，咱所有的公安系统同志们看了，那没有一个不落泪的。干咱们这行啊，是比较辛苦，有时候呢，他也不被人理解。小马，吃完之后把那个张小倩做的张超特辑给严队搂一眼。好嘞。就现在。地铁站内的神秘男子已被成功制服，警方打开了他声称装有炸弹的行李箱，里面却是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死者是谁？为何被残忍杀害？死者跟犯罪嫌疑人是何关系？犯罪嫌疑人又为何跑到地铁站抛尸？本期特辑《江南晚报》法制版为您深度报道。你好，哪位？我严良，我估计大记者这个时间肯定没睡。啊，严队你好，怎么了？是出版有什么要调整的吗？没有，我就是想问问，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一起见个面？那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明天的日程安排。明天1点怎么样？没问题。好，那明天见。哎，顾队，你说这严队到底行不行啊？新官上任3把火，人家这是跑过来抢咱买卖来了。我以前警校有个同学跟过他，听说他邪得很，不知不觉就把案子破了。有这么邪乎？我要看看。严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知道你们很忙。来之前特地学习了一下。严队，你太客气了。明阳跟我是警校的同学，后来分到了一个单位。那次任务本来是派我去的，当天因为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后来就换成明阳了。有一次，我去明阳家采访，但没想到他儿子见了他冷冰冰的。后来明阳跟我说，干刑警这一行的，尤其是卧底，经常一走就是2、3年。孩子年纪小，一段时间见不着就生疏了，每次回来啊都得慢慢多待一阵子，儿子才重新和他亲起来。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来杯茶。好的，请稍等。我这次请你过来呢，是想找你谈一谈你对江阳的看法。江阳啊，江阳这个人，他身上有跟刘明阳一样的悲剧性。我跟踪采访他也有1年多了，8年前，他是名牌大学政法系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为一个案子坐了2年大牢，出来后家庭事业都没了，就只能靠维修手机度日，直到最后出了事。什么案子？
我也不想先入为主。你们要是想知道江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找一找他当年的女朋友吴爱可。大家今晚都回家睡个好觉吧，我要值班。快，别磨叽，回家。走，都听人的。走喽。走。人队走了。走吧。谢谢人队。人队，明天你要是有时间，陪我去一趟吴爱可家。成，你也回家吧。进了专案组就没见你回过家。我不需要回家。喝点啥？发现什么了？侯桂平。平康县峰山路，江阳侯桂平。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侯桂平 ，HGP。你看一下系统里有没有侯桂平这个人的资料。有他的地址吗？侯桂平10年前就死了。死了？麻烦了。没事。我们今天来拜访呢，主要想问问关于江阳的事儿。新闻都看了吧？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最后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江阳是你前男友吧？对，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江阳刚刚大学毕业，我们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就分开了。那在你心里，你觉得江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江阳是我们单位唯一一名研究生，他长得帅，性格好，人缘也不错。我们检察院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他因为工作能力突出，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破例提拔为侦查监督科科长，副科级，手下带4名工作人员。当时我父亲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江阳跟我回家吃过几次饭，我父亲对他也很欣赏。其实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这么多人呢？怕什么呀？咱俩又不是偷情。走吧。但是后来，因为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谁？李静。
吃饭去啊！哎，喂，哪位？请问是江阳江大检察官吗？是，你是？我是李静。李静。哦，李静啊！班花好。你就别取笑我了。哎，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听说你在平康县检察院当大官呢？什么官不官的呀？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你这个周末有空吗？有点事想去平康县找你。啊？啥事儿这么隆重啊？还非得面谈？事情有些复杂，要不见面再说。那行。我定了地方跟你说。好。好了，你看。好。今天路做什么呀？这么香。是吗？说明我出去进步了。哎，国庆还没去吃饭？我们还没吃呢。啊。怎么了？今天吃饭怎么一点都不积极啊？没有，跟你商量个事儿呗。犯错误了？怎么可能？犯什么错误啊？我呢，刚才接了一下我一个大学女同学电话，然后呢，女同学？啊？长得漂亮吗？说实话吧，我觉得她长得是挺漂亮的。我漂亮还是她漂亮？那肯定是她漂亮啊！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你这边来。没有，他刚才给我打一电话，说是这个周末来找我，有个事必须要当面说。但是我想好了，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就在旁边另开一桌。要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就跳出来救我，怎么样？那你求求我。我求求你。哎，我今要不要给你分点？来，你们吃，你们吃。啊。你尝尝我做的土豆，今天好像有点做咸了。啊，这是你做的？我还以为你在食堂打鼾呢。真好吃。嘿，李静，我都不敢认你了。江大才子，你当了大检察官都不认我了？我不是这意思。我也是上周才听说你当上检察官的，但你怎么来平康县了呀？阴差阳错，命运使然吧。打扰一下，女士，你要喝点什么？我跟他一样就可以。好的，请稍等。哎，你电话里说有个事必须要当面说，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侯桂平吗？啊，我记得。对于他的事儿，我很遗憾。这事儿好像就发生在平康县吧？这都2年了，但还在心里面历历在目呢。我呢，就是有个事情，我一直都想搞清楚，所以我今天才贸然来拜访。哦，你找我是因为这事儿啊？老同学，有什么的话尽管开口，只要是不违反工作原则，我一定帮你。我怀疑他不是淹死的。啊？他是被谋杀的。不是，这不可能吧？侯桂平死后，平康县的公安局到学校来通报。你还记得他们那个结案材料里是怎么说的吗？
当时学校通报里说的是，侯桂平在支教的过程中去游泳了，然后不小心淹死的。学校是为了降低影响才这么说的。但是当时那个结案材料里写的是，侯桂平强奸妇女，警察在逮捕他的过程中，他畏罪潜逃跳河自杀了。这绝对不可能！侯桂平就不是那样的人啊！我当然相信侯桂平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而且你知道吗？在他支教期间，他们复读班的一个女生喝了农药自杀，警察发现这个女孩自杀之前遭到了性侵。当时侯桂平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向上级领导去举报申请调查。你说他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的意思是，侯桂平因为举报被谋杀，然后成了替罪羊被倒打一耙？你好，您的咖啡，谢谢。没有。你不是在侦查监督科当科长，你能否？你是想让我替他翻案，还他清白？因为侯桂平的死，对他们全家来说就是个重大打击。他有没有王法了？江阳，你查，一定得查，要查出真相，还人家清白。那个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事吴爱可，也是我女朋友。哦，你好，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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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不好意思啊。我知道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人为难的事情，但是我除了想搞清楚，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江阳，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呀？你是检察官，查案是你的职责。不是这事儿，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我去找我爸也行。你爸？我爸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江阳的上级领导。哦，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尽力吧。谢谢你。你好像对你同学这个案子有点不情愿。没有。如果真的像李静说的那样，那这个事儿的背后还不知道牵扯了多少利益关系呢。我这才来平冈县1年多，根基也不牢，也没啥资历，现在就跑去公安局兴师问罪的话，那得得罪多少人啊？你是检察官，你还是侦查监督科科长，查这种冤假错案是你的职责所在。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再说了，我这从来都没平反过案子。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就把侯桂平的案子当成你第一个案子。到时候我跟我爸说一声，他肯定支持你。可是这个案子他……哎呀，别可是了，你还是不是男人了？这怎么还和是不是男人扯上关系了？好吧，我呢，一定遵照大小姐的最高指示，把这个案子查到水落石出。这个案子可不是为了我查的，这是你作为一个检察官的职责。我一点都不想让你成为那种凡事都考虑权衡利益的检察官，那种伪君子我见多了。对，我承认错误。我呢，不应该犯这种官僚主义。我这是为了检察官的职责，为了我们心中的正义。这案子我回去马上就查。这次原谅我呗，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去公安局的时候穿帅一点啊，好多小帅哥都想追我呢。哎，
谁追你？我当时太年轻了，做事太冲动。现在想想，总感觉是我害了江阳。李静这女的不简单。我再派几个人去摸摸她的底。喂，啊？好，我马上回来。